嗨嗨，之前的人类图小学堂，我们有说了好几集通道，就是解释了好几条通道。那大家可能有印象，我常常在讲到通道的时候，会稍微提到说，这条通道它是属于社会人回路的通道，所以它有怎么样的一个基调。那有的时候说，这是属于个体人的回路。那所以我一直没有补这一段，就是要跟大家解释这个回路群的这一段，所以今天我也想要利用大约10分钟左右，很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这个通道的回路群的概念。好，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通道的回路群。这些通道呢，大概就是可以分成4种回路群：整合型回路、个体人回路、社会人回路以及家族人回路。那这个命名呢，在有一些人或有些书本里面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为了避免大家的名词不同，我在我这里我统一就用这样子来去称呼它哦。那他们分别就有不同的基调，也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图找出来，把你的通道，如果你没有没有很多就是打通的通道，也就是说你比较多的是半通的，你可能只有某一个闸门也可以，因为那个闸门位于的位置也一样是属于那个回路，所以你可以去计算，你有点亮的闸门跟你有打通的通道，他们是属于比较多是属于哪一个回路上。那从这里可以大致上可以看出你这个人的天赋或是你的个性，你的特质是比较倾向什么样基调的。那当然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算出来发现，你是一个很平均的人，这当然很好，平均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你很倾向某一个特质的人，也没有不好，就会那个特质会比较明显啊。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算出来可能会是平均平衡都有的居多，只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不是倾向某一个回路多的人，我们或许就可以更了解好像我就是个性比较比如说社会人他会比较重视是非对错准则系统，你就会觉得我的确好像是这样个性的人。那个体人他的基调就是倾向开创比较创意方面的。那你好像你这条通道在这个回路居多，你的确有那样的性质。如果你单纯只知道这条通道，因为通道的解释通常都是用文字而且每个人阐述的方式都不一样，那有的时候有可能你理解错误，或是你理解的不够全面，你少了一些回路群的资讯补充的话，很容易你想的就会比较片面。好，讲了那么多呢，要来讲这4个回路群它们的特性分别是怎么样。首先我们先来讲个体人回路好了。个体人回路呢，它的基调呢就是开创，然后激励的意思就是说他比较倾向去发展个人的一些，就个人发展比较重要，比较不是重视团体发展，个人的开创性，个人的发展，个人去做了什么成长，有什么目标达成了之后，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我同时也可以激励他人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开心的，我可以赋能于别人，我也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那我们刚刚讲的开创创意、改革等等的，在有创意的人上，其实还会有一个基调忧郁我们应该知道，大部分很多灵感或是说你缺乏灵感，都跟忧郁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个体人回路这个基调里面还包含了忧郁这个特质。那接下来我们就讲社会人回路。社会人回路跟个体人回路不一样，就是个体人回路比较在意的是个人发展嘛。那社会人回路的特质比较多在于分享，还有传承。如果发现一个有价值的东西，那我希望让大家都可以很迅速的也可以得到这个价值。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系统有个准则，才能够很公平的很迅速的
把这个好东西这个智慧这个有价值可以留下来延续下去的东西，很快的然后很有效率的分享出去。所以社会人回路重视的就是团体互助刚刚讲到分享准则系统，所以有一点准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团体里面是非分明、黑白错误这件事情必须定得很清楚。也就是说道德法律这些东西也是社会人回路会重视的，因为我不能依据每一个人心里的自己的准则，那这样子我们大家就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这个系统就会崩坏。所以社会人回路也很在意的就是准则这两个字。好，那接下来就到了家族人回路。家族人家族跟社会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家族人有时候他的情绪给予的支持是比较没有道理可言的，所以家族人的回路的基调就是支持，没有理由的那个支持。还有家族如果要扩展要延续，我需要就是繁殖嘛，然后我还要有物质，我必须要有资源物质可以支持下去。所以家族人回路的基调是利益、物质，然后刚刚讲的归属跟支持，还有就是本能，因为我们必须要繁衍下去嘛，这样。所以如果有家族人回路的人他其实就比较不会在意个人发展，就是那个家族人回路的那条通道跑出来的时候，可能即使他本来是一个个体人回路很多的人一旦有什么事情诱发了他的家族人回路的那条通道的特质出现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是第一优先的，因为那跟我的逻辑我的思考，我的个人什么都无关，因为家族是要延续、要扩大、要持续下去，这一点是比较优先度通常会比较前面。然后最后要讲的是整合型回路。整合型回路呢，它又比个体人他所追求的那个开创性是更怎么说呢？它是比较倾向物种的进化的那种开创性，所以他有一点像是一个拓荒者他常常会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是别人不懂也没办法。因为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做，可能在这个世代别人看不懂我在做什么，但我就觉得这是该做的，如果不做的话，这个人类、这个地球或者这个社会不会进步。所以整合型回路的人会蛮常有这样的一个比更革命的一点心态去做事情，而且你会看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很有勇气，所以无惧，就是没有害怕。还有你会觉得他们有点自私，但这个自私是因为他觉得我只能顾好我自己，然后因为我要拓荒，就好像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如果我都顾不好我自己，我没办法顾你了，所以我只能顾好我自己，因为在这一条拓荒的路上非常辛苦。然后他们也不像个体人回路说他做了一些很开创性，很让人家觉得哇他好厉害，他怎么有这个勇气去做的事情，有没有去激发别人，有没有去激励别人，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他重要是自我激励。他觉得就是自己顾好自己，自己做好就好。那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有激励到你要跟我一起来 OK， 但是我没有，我也不在意。所以对于赋能激励他的这件事情，有整合型回路通道的人，他在做的事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在意，所以外界人会觉得他有一点自私。但这个自私在他看来就只是觉得因为你们不懂，所以也会有人说整合型回路这几条回路会被称为荒野中的一匹狼所以我们看到同样是回路同样是通道，可能有些通道他们有类似的
关键字。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的通道啊，其实我们不一样的通道，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通道，他们好像都有类似的关键字，就是这2条通道，他们怎么同时都有什么关注细节，或是这2条通道，他们同时都有喜欢分享，就是不同的通道，他们好像都有一样的关键字，一样类似的性质，可是他们出现在什么回路上，其实代表意义有点不同。就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整合事情的，但在个体人回路上，你整合的目标为了自己。可是如果你这个整合事物架构事物的这个关键字出现的是在社会人回路上的通道上，那你可能比较重视的是我怎么整合资讯让大家都看得懂，是为了要分享，所以你的目标会不太一样。所以一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工作上，那如果有一个人你看到他的特质是他有很会整合资讯的特质，你就把它放在一个你认为他可以为大家做一个什么 SOP 啊，然后做一个什么网站啊，内部网站去分享资料什么的，结果他其实他的这个特质是出现在他的个体人的回路的通道上，所以他整合起来的资料可能不适合给大家用，因为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去整理，是他自己看得懂的，但分享出去会发现大家可能看不懂，但他自己看起来完全没问题啊，他觉得我的资料整理得很好，自己看得很清楚啊，就很像有些人的笔记写的很多，自己一看都知道，但别人一拿他的笔记，哇，你在写什么都看不懂，但他个人觉得我整理得很好。所以要了解通道它在哪一个回路上，其实它有这些基调，会影响你去了解通道本身的意义。你必须这样去参考，才不会太片面去判断这条通道的特质。好啦，今天的这个人类图小学堂讲的是通道的回路群，他们分别有什么基调，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点参考资料。那下次还想听什么，欢迎留言告诉我哦。那今天的慢慢说慢慢写到这边，我们下一期见，拜拜。